是我，你冷静点儿。快去给朕找男人。陛下，咱们这次微服私访的路线被泄露，遭奸臣劫杀，你又中了迷情散，他们肯定是想先玷污圣体，然后再谋权篡位。臣要立刻将他们引开。陛下，臣去了，您保重。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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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沈远浩，站住！你杀千刀的，竟然敢偷和人贡品！抓住他！将其沉江，以向河神请罪，不然恕县你会遭受天罚，颗粒无收！快追啊！抓住他！专责原司农司主簿沈文渊之子沈养浩，开局之于为元祖重新和亲内定，被村民追捕，这是什么天作开局啊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美女，我被人追杀，可否让我在这藏身避难啊？美女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沈养浩。没想到我的身体就这么水灵灵的，给了一个陌生人。美女，美女，你冷静。才出狼群，又入虎口。不过，若能因此逃过一劫，我日后必有重谢。在哪儿抓住的？在一辆马车边上。李正，本来这小子跑得飞快，我们根本追不上。从那辆马车跳下来之后，没跑出2步就腿软摔倒了，好像是经历了什么旷日持久的大战一样，真是邪了门了。马车里的女人可太厉害了，再在里面躲着，不被他们找到，得被他吸死了。沈养浩，你把书县人的脸都丢光了，你敢偷吃贡品？你是要害死我们大家吧？啊！李正，沈养浩平日里无恶不作，偷鸡摸狗也就算了，他去嫖妓都不给钱，妥妥的畜生一个，必须淹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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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原主人混的什么名声？出现几百户人家，就没有人为我说句公道话吗？各位乡亲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饶了杨浩哥哥吧！李正，各位乡亲，杨浩哥哥本性不坏，是因为家中出了变故，生活所迫，所以才做了那些错事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。赔？你怎么赔？虽说林家是县城的富商，但别忘了，你是一个不得宠的庶女，几粒的月钱，那是价值10两的贡品，你赔得起吗？要是你姐姐林白露来求，我们还能给她点面子，可是你不行。求求你们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宽待不了，要是触怒了河神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时间到，沉江祭祀。我一个农业大学高材生，竟然要靠一个女人保护，碰到其他的穿越者同行，不得被嘲笑死？我要靠腹中之水逆天改命。且慢！你这无赖还有何话说？逆虫肆虐，蚜虫古称逆虫，天里有大灾，3日不至，必会颗粒无收。给我3天，就3天，
我能治逆虫，保你们收着，造福书县百姓。真是屁话！这麦子碎了，都是受天谴。可正是因为你偷拿贡品，惹怒河神，才会变成这样。就你呀，还造福百姓！这沈无赖除了偷鸡摸狗，还能干啥？若说调戏青楼的姑娘，你倒是在行，会治逆虫，骗鬼呢？李正，你看这蔓叶上面是不是爬满了比芝麻还小的小绿虫？并且这蔓叶上是不是又黏又亮？而且这麦秆上是不是还爬满了蚂蚁？滴答的可不是露水，这是虫子的排泄物。这排泄物会招来黑色的霉，这虫子才把这麦子的汁水都吸干，这麦子还怎么长出麦穗的？好多的虫子，都是密密麻麻的，叶子是黏糊糊的。看，这有蚂蚁。把我献给河神，虫子就能自己死吗？贡品能杀得了虫子吗？给我3天，就3天的时间。我若治不了这虫害，我自己跳进这汨罗江里；我若治得了，你们集体要向我道歉。大家要不先信雅浩哥哥一下？雅浩哥哥，你放心，你别害怕，妙音誓死都会陪着你的。老四老五，这几天你们寸步不离的盯着他，如果发现逃跑嫌疑，乱棍打死。3日内如果没有成效，就地沉江。那你看看，在干什么呀？这是干嘛呢？这瓢瓢罐罐的。哎呦，他在干嘛呢？这无赖也不知道哪来的福分。未婚妻林白露退婚后，他的妹妹林妙一却是对他情根深重，时不时过来救济这无赖。这林妙一虽说是庶出，但好歹也是富商之女，这无赖福分不浅。唉，可惜了，终究会始乱终弃。就是。听说这姑娘每月1两银子的利钱都用来补贴这无赖了。真是太无赖了。这无赖每次拿到银子，不是去赌就是去嫖。妙一，这月的利钱拿了吗？赶紧给我。我听说今天这清风楼来了个清官客人儿，我要做他第1个恩客。管家刚刚才给我发了。雅浩哥哥，能不嫖妓了吗？好好生活可以吗？滚开！都是你姐林白露悔婚，人家背信弃义，城中人的笑柄。你家妾妙一多好一姑娘，对原主一往情深，在沈家没落后，依旧没放弃原主。原主却把林白露对她退婚的愤恨都强加在妙一身上。既然原主身在福中不知福，那林妙一我收了。雅浩哥哥，你不会又要打我吧？我以前是个混蛋，猪狗不如，但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打你了。你对我的好，我会1000倍、10000倍的报答你。我与李正约定，3天之内，我要治理虫害。这化学农药是来不及准备了，但时间紧迫，我要用物理、生物法就地取材，土法制药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
草木灰中含解腥物质，可破坏蚜虫体表蜡质，使之脱水。野生烟草中含烟碱，属植物源杀虫剂。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把戏？我才不信他会治虫灾。这无赖要是不作死，天仙一般的林白露会退婚吗？老四，给我一块皂角。皂角是注一次做的土皂，属于表面活性剂，含脂肪酸盐，可以丰富昆虫气口。那没多贵啊，想都别想。不给我也行，我死倒没什么，但是灭不了虫害，庄稼没有收成，大家都得饿死。这给他，给他吧。看他能翻出来什么花样。行，等着。你要治不好，我绝饶不了你。通过过滤，得到弱碱液。杨浩哥哥，你有把握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这3年来，你骗我的还少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现在改邪归正了。这能行吗？啊，这又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故弄玄虚，看不懂啊。真的有用吗？这是看似想象的一回事。真看不懂了。这虫害了？能呀，这是。得到浓缩毒草液，含生物碱。真看不懂啊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哎，控制毒草液浓度是关键，避免要害，碱水破防，毒药死命，肥皂水封喉，3管齐下，看你死不死！李正，各位乡亲，我新研制出了一种治虫新药，名叫虫蹬腿。将此药覆盖在叶片上，便可1吸咧嘴，2吸打滚，3吸蹬腿儿。诸位可以试上一试。真死了那么多虫子！哎呦，你看，这果真有奇效，这叶子没那么黄了。哎，真是的。你是如何得知此法的？李正，你忘了，家父原是司农司的主簿。倒是听说沈养浩的父亲沈文渊精通农学，原本司职农事，但性格耿直，不善钻营。后听说因贪墨银子被杀头而死。沈文渊，交出治蝗虫的药物方子，我就给你留一条生路。这药物方子，我将无偿公布于天下。你们想要拿到，配制出药剂，高价卖给百姓，就是与民争利。沈文渊绝不同意。哼，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沈养浩，你帮乡亲们解决了虫灾问题，我就不再追究你的偷河参贡品的责任。还有，你既然掌握了这个治理逆虫的秘方，就要远离皇商。
还有，这林家的小姑娘对你是真不错，你要好好善待人家。自然。啊，生死危机终于算是暂时解除了。然后哥哥喝水。妙一，谢谢你。林家是从事丝绸行业的富商，编主小时候，父亲沈文渊是丝农司的主簿，从七品上的官员。林家便与沈家定下娃娃亲。3年前，家父沈文渊被皇商所害，林家见沈家大厦将倾，随后退婚。沈养浩，你父亲既然已经过世，沈家便也会没落，你我两家的婚事自然也就不作数了。哼哼。白露，你呢？你怎么想？当然是退婚了。你现在就是一条无家可归的断脊之躯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本小姐？沈养浩，你父亲在世时向我金家借款白银3000两，我看你也还不起的样子，这宅子我要收走抵债。不可能，我父亲不可能向你们金家借钱，欠条是你们伪造的，我要报官。趁火打劫你也得认，给我打！你们不要伤害养浩哥哥。金正、林白露害我父亲，抢我资产，哼！总有一天，我会夺回我沈家的一切，夺回我沈家的一切。啊！妙姨，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养浩哥哥，你刚刚的样子好可怕，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沈养浩，滚出来还钱！再东躲西藏的，老子就把你这铺子烧了，让你以后沦落街头，风餐露宿。根据记忆，原主欠赌方20两银子，张员外10两银子。几天前因为盗窃，被官府要求赔偿米行8两银子。在春红楼烧了5斤的裙子，被官府判定赔偿白银15两。还有亲戚朋友各种借贷，加起来也有几10两。真是人在家中坐，债从天上来呀！沈养浩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养浩哥哥，是追债的那帮人来堵你了。他们这帮人凶神恶煞的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快出去躲一躲。不慌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该来的总会来。如果我们一味的躲藏，那只会输一辈子。你在这里等着我。沈养浩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沈养浩，滚出来！沈养浩，沈养浩，我要去直面那些债主。养浩哥哥好男子气概，硬的让我不敢信。你就是赌坊的李老板，我就欠你10两银子。我们俩到底谁欠谁钱？掌柜的，他欠咱们的钱。欠钱的还这么理直气壮，找死吗？李老板，给我7天时间，7天以后我还你本金10两，额外再付你利息10两，如何？沈养浩，10里8乡，谁不知道你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？你哪来底气说这话？7天内你连3000银子都挣不到，如果不是林家姑娘救济你，你早就饿死了。反正也不急这7天，万一我有办法，我这条命一文不值，让我多活7天，
对李老板来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如果我搞到影子，李老板可是绝对不会亏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。反正我没钱，你要命，我他娘的也不给。杨浩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冲动？土方那些人杀人不眨眼，我每个月才1两利钱，30两，这我可怎么凑啊？我凑不到钱，他们可是会要你命的。用不着到时候，我今天就要他死！沈养浩，你把老子当羊肉片涮呢？给我弄死他！上！妙一，从今天开始，换我保护你。军训的时候学过几遍军体拳，对付这些赌方打手应该绰绰有余吧？哼！不知女侠是？啊！是你？是你？杨浩哥哥，你认识他？你哪个丫头片子，敢在这里多管闲事？知道老子是谁吗？信不信在苏界的地界上，我动动脚就能碾死你？给我走！这是什么世道？欠钱的反成大爷了！沈阳浩，你给我等着！妙一，你干什么？哼，你眼睛都要掉沟里了！掉哪个沟里啊？哪有沟啊？多谢女侠出手相助。不知女侠尊姓大名？我姓洛，叫我洛姑娘就行。哦，洛姑娘，你找我有什么目的？我在书县无亲无故，只认识你，所以想在你这儿借住几天。杨浩哥哥，你跟刚才那位洛姑娘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我沈养浩一身正气，岂会做出不堪启齿之事？对了，帮我打1桶热水，待会儿我要洗澡。待会儿我要洗澡。他都要洗澡了，你还说没做什么？沈养浩，你狗改不了吃屎！哎，妙一，你听我解释。哼，妙一，你明天还来吗？不来了。我是说，如果你还来的话，帮我带1罐蜂蜜，还有1件纱裙。变态！朕出宫微服私训，遭逆臣下药追杀，是为蒙前许为引开逆贼不知所踪。我暂时回宫受阻，不能暴露身份，只能先委身在书县，等我找到前许，再商讨回宫之法。
没想到朕堂堂大前女帝，竟也有寄人篱下的一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白住在你这儿。假以时日，我会给你很多报酬。只不过现在还需要你照拂一二。我沈养浩一生行事，绝不和女人合作。我平生最抵触不和女人合作。这样，我收留你，不过这衣食住行样样都得花钱，你就当我的随从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你竟然让朕当你的随从，你知不知道朕乃堂堂？那个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明天一早上山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洛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被人下了迷情散，药效持续3日，今天是最后一日。若是今天还找不到解药的话，就会经脉寸断而死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上哪儿去找解药啊？就算能去找解药，怕是也来不及了。或许还有一个办法，比吃药解毒更快。还有什么办法吗？等你得知了我的真实身份，你就会知道，得到了我的身体，就是得到了一切。你有什么可委屈的？自从家父过世以后，我沈家一蹶不振，我不仅家境落魄，往日男人的雄风也不在了。别哭了，等过些时日，我会给你很多金钱，以作酬谢。这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债主还会再次找上门来的。我必须要赚到钱，把窟窿堵上。准备一下，这就进山。进山做什么？难不成你是想带我去那种深山老林的地方寻找刺激？洛姑娘，你这长得一本正经，怎么脑子里总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？明天进山摘草莓，我要发家致富。朕在朝中被权臣胁迫，各地百姓民不聊生。这段时间不妨考察一下这个沈养浩，若他真有一技之长，日后也可为朝廷效力，为朕分忧。朕堂堂一国之君，竟然沦落到给这种无赖当跟班随从，还让我干这种脏活累活。要不是还要指望你，朕今日必取你首级。哎，磨磨蹭蹭干嘛呢？晚上还想不想吃饭？哎，妙一，哎，那这是你要的蜂蜜，还有我的纱裙。妙一，待会儿你帮洛姑娘去把这些草莓清洗干净。你采这么多蛇莓做什么？这东西可是有毒的。
哎呀，这种尾部凸起的是草莓，这个尾部凹陷的是蛇莓。看到这两朵花了吗？绿色的是草莓，黄色的才是蛇莓。那你采这么多蛇，采这么多草莓，是做什么呢？当然是用来酿造草莓酒和草莓汁。私自酿酒可是大罪，你可别胡来了。还以为沈养浩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没想到是违背朝廷律法，酿酒谋利。说到底，沈养浩只是个无赖，这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朝廷说酿造粮食酒是重罪，但可没说过酿造水果酒是不行的。这西域的葡萄酒知道吗？那就是用葡萄来酿造的。葡萄酒我倒听过，京城那些大商会的人可喜欢喝了。难道这草莓酒比那葡萄酒还好喝？何止是好喝啊！一杯下肚，提神醒脑；二杯下肚，永不疲劳；这三杯下肚，可以让朝廷那位高高在上的女帝跪在我面前唱社会谣。你这样子诋毁女帝，就不怕有一天女帝陛下知道了，诛你的九族？这天高皇帝远的，他女帝管得着吗？哎，不是，我说什么轮得着你教训我啊？你现在可是我的牛马啊，还不赶紧干活去？走啊，愣着干嘛？杨浩哥哥，你要我的纱裙，居然是做这种事啊！等哥挣到钱了，以后给你买10套金丝云锦，糖度12%，室温18度，野生酵母，活性最佳。赌方给的最后期限是7天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7日之后开坛，必定能卖个好价钱。能卖得出去吗？你这果酒卖多少钱比较合适？这酒啊，我一共酿了40坛，每一坛卖3两。3两银子，傻子才会去买吧？3两银子可以买1头牛、1辆马车了。就连卢州宴酒楼的天仙醉才卖30文1坛。是啊，只要空降直接售卖的话，这酒肯定不值钱。所以我需要饥饿营销，我要炒作一番，把它炒起来之后，这酒就注定值钱了。炒作？那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炒啊？我写了个广告语，你来念一下。人一上了年纪，就容易缺心眼儿。以前我一直穷，自从喝了这草莓酒，我变得机灵，一坛才要3两银子，真值。你太有才了！胡闹！这什么破词啊！本姑娘一生风雅，岂能诵读如此陈词滥调？你还真是没见过世面。这越浮夸的营销啊，它越能吸引住眼球。算了，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懂。今晚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打开咱们草莓酒的销路。杨浩哥哥，那我呢？哦，你呀，就在家看家。我们今晚去的地方都是些粗俗之辈，我怕污染到你纯洁的心灵。你担心他，就不担心我吗？我担心你干什么？要不是我沈家没落，就凭你还能当我的贴身随从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还愣着干嘛？快去收拾东西。客官，您来了。你说要出来推销草莓酒，就是来这种地方推销。客官，这清风楼看似鱼龙混杂，可越是这种地方，这达官显贵就越多。这么说，你之前经常来？哎，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我这可是第一次来，要不是为了推销咱们草莓酒的销路，迫不得已，我沈养浩有生之年也绝不会踏入这里半步。呀，沈公子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怎么这次是来还我白嫖的钱来了？那个柳妈妈，我来是跟你谈生意的。若是此次生意能谈成的话，本公子之前欠的风流债一并还清。我能信你。柳妈妈，最近这清风楼生意不好做，若是咱们俩能达成合作，就会互利双赢。到时候这清风楼的姑娘都不够陪客的。哼，跟我走吧。沈养浩这个无赖，竟然将朕带到这种地方，我还要假装他的跟班士卒，这何曾受到过如此奇耻大辱？不知这位是？当然是本公子的贴身随从。来青楼带随从，沈公子只是想让他站在旁边加油鼓劲吗？柳妈妈，咱们还是先谈生意吧。我要见秦小姐一面。我们家之下可是天仙一般的清官，多少公子哥豪掷千金，想博得之下惊鸿一面都无法圆梦。就你这落魄的无赖相见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柳妈妈，请帮我把这封信交给秦小姐，她若见到书信，自然会相见。秦之下是清风楼的花魁，由她出面推销，草莓酒想不火都不行。你让我送我就送。现在清风楼什么情况，我知晓一二。你们若是不做出改变的话，这清风楼还能撑几年呢？这关你什么事儿？好像你可以改变。我当然可以改变。好，我去见知下。那他如果不愿意见你，我也没办法。秦之下的名声你是知道的。知道，知道。这书县第一美女，第一才女。看来今晚你有机会能成为秦之下小姐闺房里的第一个恩客了。这第一恩客显得太俗气了。那应该叫什么？应该叫第一个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先入为主。妈妈下次进来记得敲门。外边来了个人，说要见你一面。是哪家的公子？县令家的、知府家的，还是刺都家的？都不是，原司农寺主簿沈文渊之子沈养浩。是那个曾经写出“夜半豺狼盼女鬼，闲散老头盼大娘”的无赖。就是他。
妈妈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个泼皮，通知我做什么？不见。他说你见到这个，自然会见的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床惊梦压星河。刘妈妈，去把他叫进来，我要立刻见他。真要见？此人不仅可改变我的命运，甚至能让清风楼生意好转。好。这首诗是沈公子写的。正是。若是秦华魁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将它命名为沈养浩清风楼赠秦之夏。沈公子这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，此诗意境优美，一旦散播必将广为流传，到时候我的身价也会水涨船高。方才听柳妈妈说，沈公子要与我们清风楼谈生意，不知是什么生意。果酒，红颜酿。这胭脂般的酒液，好香啊！此酒是我用雪水和鲜果酿造而成，这酿造的工艺极其的复杂。倒像是把整个春天含在口中，真的是好酒，比天仙醉甘甜，但更烈，酒味更浓。沈公子需要我做什么？这后天就是庙会，我想让秦华魁帮我在今晚和明晚约到那些富家公子哥来宣传我这酒，告诉他们后天庙会上会售卖红颜酿。成交，但沈公子需要每月献诗一首。别说是献诗了，就是献身也未尝不可。拿碗面，哎，好嘞。杨浩哥哥，这酒真的能卖出去吗？万一官府查私酿……妙仪，这都是国酒，并非良酿，咱们大钱律法不禁。好香的酒味啊！怎么跟我在清风楼喝的味道很像啊？这应该就是秦小姐说的庙会鲜酿了。洛姑娘，待会儿啊，你来负责收钱，我来负责吆喝。来一来，看一看，红颜酿，独家秘方，口感纯正。今日庙会，试喝一碗，不好喝不要钱。这私酿不是犯法吗？不知道、这酒红彤彤的，莫不是毒酒？兄台，说笑了。这酒说有毒的话，还真没事。我沈养浩当场就倒这儿了。好酒，好酒！这酒比天仙醉还好喝。一坛多少钱？3两银子。3两？这有点贵吧？这酒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？这么贵，不如去抢。我这可是独家秘方。这是用果子酿造的，这工序极其复杂，而原材料也实属难遇。我卖3两银子，真的不赚钱。
罢了罢了，给我来一坛，我也来一坛，我也来一坛。哼，我要一坛，我也要一坛。哇，哎呀，真香啊！真香啊！好香啊！哎呀，真不错呀，确实不错，可以啊，好香。可以啊。来来来，看看，红颜酿3两，不好喝不要钱。这酒真的如你所说那般？这位姑娘，此酒一尝便知。果真是好酒，这些酒我全要了。这么多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的这些酒能供应多久？长期供应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谁叫你们在这儿开摊卖酒的？交税了吗？我们在这儿卖酒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凭啥要我们交税？金先生说了，今天谁都不能卖酒。这金正的手伸的倒是挺长，小爷我今日非卖不可的呢。你的小命是不是不想要了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你把我挡在前面，你不是我随从吗？不顶你顶谁啊？好好打，打赢了今晚给你加鸡腿。还不滚！季爷不会放过你们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若非今日跟沈养浩出来卖酒，朕还不知道除了朝廷，竟有人敢私自征收百姓的税。刚才那些人就是皇上金这样的打手，你惹不起，你被皇上盯上了。这是皇上金家，哼，他不找我，我还要去找他呢。所以，宁小姐，你该不会是想与我们合作吧3日后带上你的配方，我们宁府见。若想活命，就别再独自摆摊。你是公子，奴家金氏商行金云，把果酒配方给奴家，奴家今天晚上就是你的啦。抱歉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沈公子，外面男人见到我连路都走不动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我有洁癖，对你这种一条玉臂万人斩，一点朱唇万人长的女人，不感冒。你侮辱我！难道我有说错吗？是事实，不过沈养浩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跟你好言好语是客气，这方子你护不住，别因此丢了性命。回去给你家主子带个话，告诉他，我沈养浩必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那对金家父子洗干净脖子，等好。滚！
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一直都在啊。我刚刚要是没经受住诱惑的话，那接下来我会怎么样？哼，可能会断子绝孙。你干嘛？你现在可是寄人篱下，靠当我的随从混口饭吃。快给我铺床，我要睡觉。你让朕给你？朕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让我给你铺床。你现在可是老子的牛马，并且你吞噬了我优质的资源，我给你一盏茶的功夫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抽你10鞭。妙一，以后你离沈养浩远一点，从现在开始禁足，不准离开府门半步。爹，为什么？你现在尚未出阁，整天跟沈养浩厮混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你不要脸，爹还要脸呢。可是我们家欠养浩哥哥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别胡说八道，我们何时欠沈养浩了？养浩哥哥的父亲沈文渊原本是司农司主簿，当年我们林家残庄遭遇了残疫，桑蚕大片大片的死亡。如果没有沈文渊的帮助，我们林家早就没落了。现在我们林家能成为舒县富商，沈家的功劳至关重要。还有姐姐，当时姐姐还跟养浩哥哥有婚约，沈文渊大人还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是爹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请求。后来呢？后来沈家没落了，你便悔了婚。请问爹爹，这岂是世家做派？放肆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老子白养你这么多年了。老爷，金正少爷前几日过来说媒，说刘记酒楼的掌柜刘波准备娶一个小妾，聘礼也给的丰厚，把林妙一这个赔钱货嫁过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要嫁给刘波，他都半截入土了，我还花容月貌呢。你嫁给谁？难道你要嫁给沈养浩那个无赖吗？你告诉我，他能给你什么？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无需在意。你要再跟那个无赖走得近，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想让一个人消失还是非常容易的。沈公子的红颜酿真是惊为天人，混宁府上上下下尝过以后都赞不绝口。宁姑娘谬赞了，只是沈公子吃红颜酿的配方，怕是保不住了。何以见得？金家做事没有底线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如今你只是刚刚起步，官府、金家，甚至是皇上，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红颜酿的恐怖价值。一旦他们反应过来，随便打压一下，你就会万劫不复。宁采和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一个人确实吃不下出现这么大的市场。日后红颜酿还要进入庐江郡，没有人保驾护航可不行。听说这宁氏商行也是皇上，且听他怎么说。那以宁姑娘的意思是，我出500两买你红颜酿的配方，不知沈公子意下如何？哎呀，不是我不卖，而是这配方给到你也没有用。这红颜酿酿造的过程极其的复杂，需要掌握温度、湿度，并非我危言耸听。但放在整个舒县，
除了我以外，没人能酿得出我的味道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。不知沈公子每个月能提供多少坛红颜酿？未来3个月可以提供200坛以上。好，我信沈公子。这里是200两白银，算是定钱。7日后，沈公子需给我送来200坛果酒。没问题。另外，你最近会有危险，这是我的护卫彪哥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他可以贴身保护你。不必了，护卫我有。你指的是你身边那位洛姑娘？她的功夫到底如何？胜似虎豹。你指的是床上功夫，还是床下功夫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妙一的家。所以你带我来这儿，是因为许久不见你的小情人，想他了？洛姑娘，妙一对我恩重如山，将来我要娶她。那我呢？你，那个，虽然我们发生过2次不正当关系，但可都是你主动的。你不仅要补偿我，还要给我一定数量的精神损失费。你个无赖，又来找女人要银子。劳烦2位去通禀原司农寺主簿之子沈养浩要见妙一小姐。沈养浩，你还当自己是官员之子呢？林妙一小姐即将出阁，老爷吩咐了，现在谁也不见。出阁？她要嫁给谁啊？我们凭什么告诉你？这女人啊，脾气可不好。你们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可不敢保证接下来她会不会做出些过分的事情。沈公子，听说婚配的是刘记酒楼的东家刘波，据说过了中秋就过门。刘波已经开始在准备聘礼了。刘波，这个不要脸的老畜生，都50岁好几的人了，娶了1妻，还有2个妾室，妙一要嫁过去，岂不是要给她当小妾？洛姑娘，我们走。等等，你不救李妙一了？救，但我们要想个万全的办法。妙一这姑娘，单纯、善良，又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踏入火坑。我要让刘波、刘海、刘八。老五，这无赖是发达了吗？哪来这么多银子？四哥，我听这小子在城里卖鲜酿，狠狠的赚了一笔啊！我也听说了，卖的是果酒，这无赖是真发达了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想必大家都听过，我最近酿造了一种果酒，这销量非常巨大。但是呢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决定带大家一起发财。四哥，怎么做法？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只要给钱，什么都好说。这不是蛇莓吗？你用蛇莓酿酒？大家先不要问这么多，我呢，200斤，变卖这1两银钱。这是，你们只要能摘多少，我便收多少。我知道哪有这果子，跟我来。哎呀，200斤就是1两银子，2两银子能买头牛了。
没错，这可比种庄稼挣得多了。快！哎呀，快走！快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金少爷，沈养浩是用蛇梅酿造的果酒。这下子看沈养浩死不死。多谢沈公子。沈家郎君，我这一筐足足100斤。洛姑娘，这个是蛇莓，这个是草莓，一会儿一定要全部分拣开来。那为什么刚刚不在村民采摘之前告诉他们呢？告诉村民们，那我坑谁去啊？坑谁？什么意思啊？谁惦记我这果酒，我就可以坑谁。得先有足够的钱，才能打点关系，才好去救妙医。我一定要加快赚钱的速度。今天一共收到4000斤的果子，但这1200斤的蛇莓是无用的，2800斤的草莓可以用来酿酒。这2800斤的果子酿出汁来，大约是1500斤。这1500斤的酒液，1加上1比1兑水和2成蜂蜜，大概是3000多斤。这3000多斤再去掉渣子和损耗，就能酿出1500斤上好的酒。那你打算何时去救林妙一小姐？还要再过段时间，我现在还得需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。刘伯他们已经有所防备，你觉得会答应吗？不答应，就让他破产。当年我父沈文渊死亡，刘伯也助纣为虐，刚好一起把他给收拾了。那明天我们去做什么？明天继续让村民上山摘果子，剩下的村民就留着我来教他们酿酒。那这手艺不都被别人偷学去了？我就是让有人过来偷学，这样我才好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哇，好香啊！沈公子，你可愿把这酿酒之法教给俺吧？父老乡亲，所谓一家富，不如大家富。所以今日我决定把这酿酒之法教给大家，我保证你们酿酒赚钱比种地3年都要多。好。但是这酿酒之术如用兵之术，一步错将全盘皆输，所以听我号令。好，你们分为4组，第一组名为妇女孩童，负责将果子里的树枝、草梗掏干净、洗干净。这第二组名为破碎组合，负责将洗干净的果子放到木桶里面捣碎，捣得越碎越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下太好了！沈养浩就是用这种果实酿造的酒。公子千真万确，而且他还在大量的收购。没错，就是蛇莓。小人家里世代务农，绝对不会看错。听说你们在沈养浩家中
已经根据他传授的方法酿造出了酒。少爷，正是此物。很好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只不过甜度有限。沈养浩可能还藏了我们不知道的关键环节，去给我把它盯紧了。是，少爷。不够甜没事的，我们可以加糖或者蜂蜜。好，你们两个现在就负责我金家酒坊的酿酒任务，立刻派人去大量的收购果子，最好按高价把古桥村的果子也买了。我要抢占沈养浩的果酒生意。是，金公子，我们这就去办。沈养浩啊，沈养浩，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，也配跟我斗？我们今天又进山做什么？当然是来采摘育苗了。这样，下一步就可以进行人工驯化和培育。不过这秋天也快到了，就怕寻不到草莓了。不过呢，到明年，我们不仅能吃到更好的草莓，还能喝到更好的果酒。在沈家的这几日，虽然累，但是正确知晓了诸多农事方面的道理。难不成这沈养浩还有什么能让朕刮目相看的地方？那好，朕就再忍你几日。另外呢，我还要去寻找这调味品的原料。这个世界的菜实在是太难吃了，没有辣椒，没有味精，没有酱油，只有醋和豆酱。我勒个骚缸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驯化？什么培育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嗨，没什么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茄科类的植物，名叫黄果茄，它小而辛辣，并且是辣椒的远亲。这不是辣椒的辣味，但已经很接近了，是茄科植物的味道。这是本土的野生茄属，其辣味物质和辣椒的辣椒素不同，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调味革命。哼，大功告成，咱们回家吧。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震撼整个世界。这都还没到交果酒的时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给宁小姐带来一件稀罕物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味精，它随便撒入任何菜品一点，这菜品便会变得味道鲜美。真有这么神奇啊！想必宁小姐还没吃午饭吧？我来亲自下厨，借宁府的厨房一用。
这跟家里下人做的没什么区别。现在再尝尝，味道完全不一样，甚至比外面卖的鸡汤还要鲜美。这味精果真是神奇之物。嘴巴里有着火辣辣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说不上好，但又感觉很好。我从来没有试过如此感觉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宁小姐，接下来有没有兴趣跟我开一个酒楼？这书城县的酒楼都被金氏商行所掌控，要想虎口夺食，怕是不容易。我要是用这些复合香料，将它们撒在我酒楼的饭菜中呢？如此一来，金氏便没有活路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和刘氏酒楼抢生意，以此来解救林妙一姑娘。这刘记酒楼对面有个茶楼，面积非常宽敞，但生意一直都不好。我问过价格了，要500两便可以买下，可惜我现在银子不够。我出银子，你出力，成交。刘波，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沈大无赖，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，刘掌柜，莫要怠慢，人家现在可是宁家的合伙人，攀上宁采和的高枝了。刘掌柜，金大少，我来是想跟你们做个交易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交易？是还想卖你那破宅子，还是你那金屋里又挖出什么金疙瘩来了？放弃，迎娶林妙一。作为交换，我会将我的红颜酿优先供给你们刘记酒楼。沈养浩啊，沈养浩，你是真蠢啊，还是装傻呀？啊，你的果酒，你的制酒工艺，我金家早就掌握了，你还想用这个来谈条件？不出7天，我金家的果酒就能供应整个庐江郡，甚至长安城。这酿酒之道，讲究的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你们确定就一定能酿出跟我一样的酒吗？仿得了其形，仿得了其神吗？这家伙这么有恃无恐，难道我掌握的环节中有什么猫腻？少废话！就算没有你这破酒，我刘记酒楼依靠着祖传的八宝炖鸡和金玉满堂，也能远近闻名。沈养浩，你听好了，林妙一，本掌柜取定了，你的果酒方子，我们也有了。哈哈哈哈！听说你想买下那个破茶楼，来跟我金家和刘家打擂台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开张的那天，就是我金家让你彻底滚出书县之日。我会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话已经说到，机会也给过，你们既然如此不识好歹，自寻死路，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。希望你们刘记酒楼能撑过今年的秋天。哼，狂徒，简直是个狂徒！立刻去查，他到底要搞什么名堂？还有，派人去林家，把聘礼再加3成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林妙一上花轿。这200斤，依旧是1两银子。
下一位。乡亲们，等等，都先别急。各位叔伯婶娘，咱们都被他沈养后给骗了。昨儿个我去县城问了，他酿的什么劳什子红年酿，在酒楼一坛就能卖到5两银子。这可是天价。可他给我们的什么价？100斤果子1两银子。他拿着咱们的血汗挣着金山银山，咱们辛辛苦苦爬山钻林子，赚的却连他的零头都不到，这公平吗？陈二狗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原来那果子烂在山里都没人要，是养浩给咱生钱的法子。那是以前，现在咱们知道这果子是宝贝了，就得涨价。沈养浩，你今天要不整到100斤2两银子，咱们就不卖了。对，不卖了。陈二狗，你只看到我卖酒5两银子，却没算过我购买蜂蜜、陶罐、人工、担风险这些的投入。要不是我沈养浩，这些果子在你眼中喂猪的废物。我不管，你就是黑心，你压榨乡里。乡亲们，咱们让开！哟，真热闹！这不是古桥村的大恩人沈公子吗？怎么，这生意做不下去，乡里乡亲的都开始造反了？前爷，您可来了。您昨天吩咐我的事儿，我可都办妥了。沈养浩，听说你今日来收果子，200斤1两，真够黑的。我们金家酒坊今日也来收100斤2两银子。看来金家来釜底抽薪了。我倒要看看他的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。乡亲们都看清楚了，谁才是真菩萨？把果子卖给我们金家，现银结账，概不拖欠。跟了那沈无赖，你们只能吃他剩下的馊饭。哼！沈公子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金家价高。杨浩，要不你也加点吧？你加点的话，我们都还卖给你。是啊，需不需要我出手？钱管事，这好手段，你怎么知道你们金家就能酿出酒来？别到时候酿出醋，这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还是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这没了果子，你那什么狗屁红颜酿就是个无源之水。我看你呀，拿什么跟宁家交代？诸位，今日金家卖的价高，你们要是卖他的货，我沈某绝不怪你们。杨浩，俺不图那里多几文钱，要不是你，俺孙子的要钱都没着落呢。俺挺你。是啊，是你给我们带来那个治逆虫的法子，让我们的粮食产量提高了3成啊！没有你，我们村里的日子什么时候好过过？是还有啊，做人要有良心，不能狼心狗肺啊！切！好，我沈养浩绝不辜负。若是诸位还卖给我果子的话，我今日额外赠与大家这100文。100文？是为了答谢诸位的雪中送炭。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？这泼皮的笑容总感觉有些意味深长。沈二狗，你这几天一定要仔细观察好沈养浩的酿酒步骤，每个步骤都要记录，听到了吗？前爷您放心，尤其是夜间，给我盯死了沈养浩的动静。是。大半夜不睡觉，鬼鬼祟祟的准备好事，且让我来看。陈叔，你是经验丰富的采风人，
能不能想办法3天之内给我寻来500斤蜂蜜？怕是有些难。你要这么多蜂蜜做什么？嗨，这你就别管了。以后你卖的蜂蜜我收了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我现在家里有30斤，你要我就给你。剩下的嘛，我明天再想想办法。好。原来如此，我酒这么甜，原来是添加了蜂蜜。我得赶快去告诉钱管事和金少爷。你是说，沈养浩在大量的收购蜂蜜，并且添加进了果酒？是的，金少，沈养浩在找养蜂人收购大量蜂蜜，说有多少收多少。我就说，我们酿的果酒怎么就不够甜呢？原来是这个无赖藏了一手，在里面加了蜂蜜。监管事，在，去把方圆50里的所有蜂蜜都高价收购，不给沈养浩留一丁点儿，我看他怎么办。是。这件事，十二狗做得不错。监管事，带他去库房领5两赏银。啊，谢谢金少爷。这又是在做什么？这蜂蜜马上就买不到了，所以我要开始准备制作白糖。白糖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糖块，只是我要将此糖块改进一下，让它变得质地更精细，口感更绵软的白砂糖。别人都说你是个无赖，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会？我原本只想在这个世界好好的活着，可是总有一些人非得逼我，没有办法，我要给这个世界一点小小的震撼。金少，沈养浩说果酒3天以后可以开坛售卖。监管事，蜂蜜那边收购的怎么样？少爷，这方圆100里内的蜂农都答应将蜂蜜供给我们，另外附近的蛇莓已经采摘的差不多了，我们需要到100公里之外的地方去收购。这下子我看沈养浩那个泼皮怎么办？可是少爷，咱们账面上的银子不多了，这次购买果子和蜂蜜花了有几千两银子。怎么这么多？沈养浩那个无赖给蜂农1斤蜂蜜1两银子的价格，我们只能多不能少。无妨，等把果酒卖出去，我们马上就可以10倍赚回来。到时候，我要沈养浩那个泼皮跪在我面前求饶。各位乡亲父老、老少爷们、美女们，今日是我审计酒楼开业的日子，今天举办全场大酬宾，全场酒水1折起，仅限1天。1折是什么意思啊？问得好啊！这果子酒原本卖5两银子，现在只要5钱。什么？5钱？5钱？这么实惠？早就听说红颜酿味道如琼浆。酒楼的菜品味道怎么样？本店有10几道特色招牌菜，全是秘制配方、秘制调料，凡是来的吃不了吃亏，吃不了上当，绝对物超所值啊！这么超值？废话什么？赶紧进去尝尝。我倒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好吃。说的可真不错呀！赶紧开始吧。家人们，有请。好，我们进去尝尝。看来今日你要亏不少银子。这些以后都是客源基础，
他们以后去了别处吃饭，就宛如嘴里嚼蜡。这果酒，它是用什么酿造的？果然名不虚传，如此干裂醇厚，比那西域葡萄酒还要攒劲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又痛又爽，舌头像是着了火，可还是想吃。痛快，这才叫痛快啊！再来一盘猛火炒肉。好嘞，粉唇撩舌，如同烈火烹油，然回味无穷，实乃其味也。比刘记酒楼的不知道好了多少。真他娘的邪门！我走南闯北10几年，从未吃过这等美味，赶快报给金少爷。少爷不好了，那菜味道很奇怪，但却很好吃。那些客人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。是啊，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这味道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啊！放屁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还不快去尝！是。与你相处这几日，你果真让我刮目相看。洛姑娘，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我向你保证，1个月之内，这刘记酒楼，我让它倒闭关门。所以你做的这一切，都只是为了救出林妙一。我定要将他从林家救出来。美人洛娜，沈公子当真是有英雄气概。不知沈公子多久能救出林妙一小姐？这极端天气要来了，对于养蚕人来说，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什么意思啊？林家要遭难了，半个月内会遭此重大变故。你要对林家下手？是老天要对他们下手。现在有多少斤果酒等着开坛呢？少爷，咱们3家酒坊同时酿酒，目前一共存了4500坛。这要是全部卖出去，可不得2万多两雪花白银呢！除去购买蜂蜜的银子和工人们的利钱，纯赚1万多两，果真是暴利啊！只是这么多酒，这短时间内能全卖完吗？不碍事，明日我办个酒会，仗着我金家的威势和名声，根本就不愁销路。我还要将这酒卖到长安城。若能成功，这果酒可真是一棵摇钱树啊！明日办酒会，现在开一坛，我尝尝。好喝又甜，还有一种果子的香味。不错不错，你们都有功啊！这酒是真不错，只是沈养浩这个无赖从哪儿得来的酿酒秘方啊？准备一下举办酒会，这酒就取名金玉琼浆。我听说金家酿造了一大批酒，味道跟红颜酿一样，还起名为金玉琼浆。这下你没有优势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金家酿造的酒一定成功呢？万一中途出岔子呢？我托人搞来了一坛尝了一下，味道有细微的区别，但是影响不大。以金家的影响力，你的酒到时候卖不出去的。明日我定会让他们颜面扫地。可这酒都已经做出来了，殷姑娘又尝过了。你之前不是说这个方法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？洛姑娘，你愿不愿意跟我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就赌明日金家开坛以后，他们的金玉琼浆会变得又黑又臭，而且他们的酒会很难喝。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除非你会妖法差不多。洛姑娘，赌还是不赌？赌就赌。如果要是你输了的话，怎么办？我输了，你以后就不用做我的随从了。
并且依然可以继续在我们家白吃白喝。那要是你赢了呢？那宁小姐愿不愿意替洛姑娘把你的农庄100亩地送给我？农庄100亩地，你用来干什么？我要培育一种鲜果，比荔枝还要好吃的鲜果。虽然我不信你会培育出那种鲜果，但是我愿意和洛姑娘跟你赌一把。荔枝是岭南特产，你的陛下特别爱吃各种鲜果。如果真的能够出现一种水果比荔枝还要好吃，那我就带到宫里献给你弟。香气扑鼻，是正宗的红颜酿，跟红颜酿一样，还带果香，且十分浓郁。来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诸位，在正式品鉴前呢，我想说几句。县令大人，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今日我金家在此举办金玉琼浆的品鉴大会，一呢是为了感谢诸位多年来的捧场与厚爱。好，行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从来不。这二呢，是想让诸位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传承与实力，也好让那侥幸得势后便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跳梁小丑明白，商贾之道靠的不是坑蒙拐骗和故弄玄虚，而是我金家100年基业的信誉与雄厚无比的家世。是沈养浩那个泼皮，怎么跟咱金少爷相比？他只不过是丢人现眼罢了。说你呢？我知道。你怎么一点不生气？现在他有多狂，等下就有多惨。这要是我，非得气死。沈养浩走了几分狗屎运，不知道从哪儿偷学了一些肤浅的伎俩，酿出了一点勉强能入口的酸水，便自以为了不得，在县城内啊，那是反复横跳。我有反复横跳吗？连我都想揍你。那些靠歪门邪道赚来的黑心钱，终究是镜花水月，唯有像我金家这般靠实力说话，以品质立足，方能长盛不衰。今日我便让诸位品鉴一番何为真正的好酒，也让那姓沈的无赖看看，他那些下三滥的手段，在我金家绝对的实力面前是何等的不堪一击。好，现在请诸位埋饮此杯。埋饮此杯。什么味道呀？太难喝了！这酒怎么这么什么味道？真难喝，怎么这么难喝呢？你这酒怎么有一股泔水的馊腐之味？好臭啊，像是淤泥的腐烂臭味。这真的是酒吗？不对呀，就算是70岁老妈子3天不洗脚，也不是这臭味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少爷，没问题啊。方才呢，应该是某一个坛子出了问题，我给大家重新倒上啊。大批量的酿造，出现的差错是可以理解的，就像是烧制瓷器，再高明的匠人也不敢说10成10的把握，件件都是成功的。县令大人果然看问题就是透彻。等等，金正，你这酒怎么在变黑呀？哎呀，真的变黑了！我这怎么变黑了？怎么回事？我算是发现了，这酒刚倒出来的时候是香的，但半刻钟之后便会发臭。没错，正在变色。沈养浩的酒却是越久越香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你们的步骤出现了错误。金少明鉴啊，我都是按照沈养浩的严格要求酿造的。哼，完了，我还收了长安城酒商3000两白银的定钱，我要是交不出来货，必定需要双倍赔付。小爷，一定是沈养浩搞的鬼。对，是沈养浩。走，去找那个无赖理论。
你们两个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明明金正的酒酿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就变臭了？跟你们俩说了，你们俩也听不懂啊。沈公子啊，你这有点太瞧不起我和洛姑娘了。好，那我说，其实嘛，就是氧化反应。这果实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色素，名叫花青素，它接触到空气之后，就会把这酒原本的鲜红变成黑色。那说的更简单一点，就是把这果实一刀切成2块，接触到空气之后，它就会变色。我知道，你继续说。那这第2种就是微生物污染。我在教他们酿酒的时候，让他们只注入70%的水，并且呢，在密封口的一层留有一层空间，这层空间就会滋生微生物，平时就让这帮杂菌异常的活跃。我听不懂，明明你也是这样做的，为什么你的酒不是？因为我有发酵粉。虽然不知道发酵粉是什么，但是我感觉你有点坏。那这最后一点吧，就是开坛触发。这些坛子在密封的时候，这些杂菌处在休眠，但一旦开坛触发之后，便会激活这帮杂菌，异常的活跃，同时也会把那醋酸菌给唤醒。这醋酸菌会把这坛子里的酒精转化为醋酸，弥漫出异常的味道，然后在空气当中啪就会散开。所以你在教村民们酿酒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要算计人家。果然啊，天底下男人都是骗子。沈养浩，我要你死！沈养浩，你这阴险歹毒的小人，竟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算计我金家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哟，金大少，这饭能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不是你派的奸细来我这偷学酿酒之术，这学艺不精，这酒都给酿坏了，你还有脸怪到我的头上？强词夺理！若不是你故意误导，我怎会如此？金正，你带着这么多人，手持凶器来我合伙人家门口喊打喊杀，你是视我宁家为无物，还是觉得这书县的王法管不到你金家头上？宁小姐，此事与你无关，是这沈养浩用诡计害我，如今我必与他做个了断。为了一个无赖与我金家开战，你想想划不划算？与我无关。沈养浩如今是我宁家商行最重要的合伙人，你动他就相当于打我宁家的脸，你说与我有没有关？更何，你金家酿造毒酒，险些毒害县令大人，败坏我县名声，如今不思悔过，却还在这聚众行凶。金正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看来宁小姐今日是确定要为了一个小白脸，走到我们金家的对立面。是又如何？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沈养浩，我宁采和保定了，你动他一个试试。来，金正，我劝你立刻带着你滚回去，好好想想怎么收拾你金家的烂摊子。你要是再敢来撒野，我不介意叫我家的侍卫帮你金家好好清洗清洗。好，很好。沈养浩，你找个女人做靠山算什么本事？今日暂且饶你一命，咱们走着瞧。废物！正因为你酿的果酒，现在我们金家损失了一大笔银子。现在查城就要来人了，我要么赔付10倍银两，要么给果酒。爹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咱们家现在怎么办？当下之法，就只能高价去沈养浩那里买果酒了。对，找沈养浩，他有酒。那他要不卖呢？他要是不卖的话，我们就把他用蛇梅酿酒的事情告知天下，让他如过街的老鼠。对，
大家对蛇梅还是很恐惧的。如果让大家知道他是用蛇梅酿酒，我看这酒还有谁敢买？你这又是在做什么？用着匍匐精育苗，大概3个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吃到新鲜又可口的草莓。匍匐精是什么？这是草莓的繁殖器官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我有更厉害的地方，你应该领略过。我怎么感觉你在耍流氓啊？哎，我可没有啊！我是说我厉害的事情还多着呢。哟，金少爷，这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哟，金少爷，好大的手笔！这里是3000两现银，外加城南绸缎庄的地契，换你手中那瓶酿好的果酒和配方。我若是不卖呢？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可知断人财路，如杀人父母？好一个杀人父母！金少，你可曾记得，当年我父亲的生路就是被你们断送的？你可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？这么说，是没得谈了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杀人父母，共戴天。好，沈养浩，我告诉你，接下来我盯上你了。哼，你又躲在女人身后是吧？我们走。金家手段非常下作，你们2个要当心。该担心的不是我们，是他金家。沈贤之应该也听说，坊间都在议论你们用蛇梅造酒。听到了。哼，这就是你和我金家作对的下场。我有100种办法让你身败名裂，身陷囹圄。哦，怎么样？想好了没？要不要把果酒卖给我？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再说，你们上哪儿知道你们金家就能笑到最后呢？呵呵，谣言才刚刚起来，不管是西域商人也好，食客们也罢，如果让官府的人知道，你可想好了后果？哼，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，别磨磨蹭蹭像个娘们儿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要与金家为敌，那就别怪老夫不讲情面了。滚出来！谁要滚出来！老爷，滚出来！都安排妥了。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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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养浩，滚出来！是他们煽动百姓，说我们用毒果酿酒。现在交出配方，把你手中那批果酒卖给我们还来得及，否则，哼！我沈养浩一生行事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这配方，你们永远也别想得到。好，那老夫就让你尝尝这千夫所指的滋味。哼，我们走。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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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正，你觉得本官会吃你这套？有事说事儿。都说县令王明远刚正不阿，500元素，果然如此。不过这是好事，沈养浩会更加的卑鄙。县令大人，那草民就直言了，舒城县内最近大火的果酒是沈养浩用蛇梅酿造的。果真如此？千真万确，人证物证俱全。如果是蛇梅，事情就大了。食用过多之后，整个舒县的百姓集体发病，如何是好？这件事本县自会处理。
你下去吧。沈养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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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出来！你这个黑心商人，用蛇梅酿酒，你们是想毒死我们吗？黑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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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这样下去。黑店，我们要不要报官啊？没事，我自有办法。兄弟们，给我砸了这家黑店！黑店，黑店，黑店，黑店！砸了！沈二狗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在这里闹事！还有沈三郎，如果不是沈养浩给你工作、付你银子，你孩子没钱看病，早死了。今天却在这里带头闹事。古桥村的乡亲们啊，沈公子对我们有恩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人欺负他。保护沈公子，保护沈公子，保护沈公子，保护沈公子！住手！沈养浩，有人举报你用蛇梅酿酒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三位大人，请稍等。有人说我用蛇梅酿酒，今日我便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事说个明白。三位大人，请随我一同回去，我便自证清白。宁小姐，你去请谢丽，一会儿去我家。好，没问题。一定要快。沈养浩，你已在本县卖出大量果酒，有人禀报衙门说你的果酒乃是蛇梅所酿，你可有话说？大人，我沈养浩从未用蛇梅酿过酒啊。县令大人，沈养浩就是用蛇梅酿的酒，古桥村不少人都可以证明。带人证物证。堂下何人？启禀县令大人，草名叫沈二狗，是古桥村村民。沈养浩当初雇我们采摘蛇梅的时候，小人就是其中之一。你身前又是何物啊？回大人，这正是蛇梅。沈养浩购买的时候，小人留了一篮子。县尊大人，小的叫沈三郎。那沈养浩在酿造果酒的时候，需要清洗蛇梅，正是小民亲手清洗的。好你个沈养浩，亏我那么相信你。我要是生病，我第一个找你沈养浩。沈养浩，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。沈二狗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！为了一丁点利益，你出卖沈养浩啊！恐怕是没办法再靠酿酒赚取工钱了。沈三郎，你们这帮人太不是东西了！肃静！沈二浩，你声称酿酒所用并非蛇梅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我何罪之？都人证物证俱全了，你怎么还死不承认？县令大人，此子不知悔改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必须严惩。大人，诸位，请看，这黄花和尾部凹陷是蛇梅，这绿花和尾部凸起是草莓。这两种果实看似相同，实则本质不同，一个有毒，一个无害。呈上来看看。这二者表面看上去很相似，但仔细观之，确实又有不同。不过，这又能证明什么呢？大人，我在让村民们上山摘果子的时候，并没有教给他们如何区分。当我收购这批果子的时候，晚上会将它分解开，这一半是草莓，一半是蛇莓。所以你是用草莓和蛇莓混在一起酿酒？不是，我是用草莓酿酒，而村民采摘的蛇莓全部被我存放在这里。啊！
这些就是乡亲们采摘的蛇莓，现在正等待着发臭变质。那你为何不教村民们辨别之法呢？你收取如此之多无用的蛇莓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大量的银两？草民只是小商小户，靠酿酒糊口，不是在防着村民，而是怕我的酿酒工艺被某些害群之马泄露出去，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。看来你是把金家给绑进去了。不好，我被沈养浩坑了！该死的沈养浩，居然还留了一手。好了，此事已经查清楚了。陈养浩酿酒所用是草莓，并非蛇莓。草莓无毒且甘甜。大人，刚才金少爷所言，一派哗众取宠，我不可能用蛇莓酿酒，我是用更精致的草莓酿酒，并且我的酿酒工序十分的复杂且讲究，并不是他们金家依葫芦画瓢所酿造出来的变异臭酒，并且他们将这盆脏水泼在在下的身上，这其心可诛。你胡说！够了，此事本官自有论判。陈养浩，你既已证明酿酒所用并非蛇莓，此事便到此为止。至于你金家果酒变质之事，是你金家学艺不精，与沈养浩无关。莫再借此生事，煽动民意，休怪本官依法处置。这次总算有惊无险。有惊无险，这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。杨浩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回看金家嚣不嚣张？就是差点被沈二狗那几个混蛋害死。杨浩啊，经此一事，你在乡亲们心中的威望更高了。不过金家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还是早做打算。李正，我晓得，感谢乡亲们仗义直言。沈公子，你方才说的真正的斗争才刚开始，是何意？此次金家损失惨重，他们必会狗急跳墙。现在明的不敢玩了，恐怕要来暗的。不过最让我担心的是，妙一还在林家，担心他们会加快逼婚。需要我宁家做什么？宁小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接下来还需要你帮我多收购几家饭庄。我一定要让刘记饭庄关门大吉。不知道有一天我遇难，沈养浩会不会像救林妙一一样舍身相救？废物，几千两银子就这么打水漂了，还让我金家成了全县的笑柄。爹，是那沈养浩太狡猾了，他早就挖好了坑等我们跳啊！老爷，当务之急，先筹措银子，去填补长安那边定钱的窟窿。若是逾期10倍赔偿，咱金家怕是要伤筋动骨啊！沈养浩不除，我难咽下这口恶气。爹，要不我们……蠢货！他刚在县令那里露了脸，你现在对他动手，那不是自找麻烦吗？老爷，这明的不行，咱们可以来暗的。他沈养浩不是靠酿酒吃饭吗？若是他的酒坊出了意外，或者说他本人出点什么意外，无法再酿酒呢。此事还得从长计议，记得一定要做干净，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还有，刘波那边催一催，让他尽快将林妙一娶过门，要让沈养浩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。是，爹，我明天就去刘家。
二小姐，您就吃点东西吧，您已经2天没进食了。小翠，你说杨浩哥哥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吗？奴婢听说沈公子今天在自己家当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连县令大人都没治他的罪呢。那就好。可是我父母已经收了刘家的聘礼，下月初6就是婚期了。小姐，要不我们逃吧，去找沈公子。林家守卫这么森严，就我们2个弱女子，怎么逃？倘若被抓住，还会牵连杨浩哥哥，不能害了他。杨浩哥哥，对不起，妙一可能等不到你。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休息？这金家就像一条毒蛇一样，躲在暗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窜出来，咬一口。这妙医在林家更是让我担心。我现在的功力恢复的七七八八了，要不然我找一天晚上直接潜入林府，把林姑娘救出来。这林家现在高墙大院，守卫众多，你又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失手，不仅救不了妙医，你还搭进去怎么办？你是在关心我？现在金家、林家、刘家面前这些敌人，一个比一个强大，我必须要快速积累实力，不仅要赚钱，还要培养我的势力，这样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我们的菜品要全部升级，大家要注意几个关键点。这是味精，在任何菜品和汤羹之类出锅之前撒那么一点，这味道会倍感鲜美。这是辣椒粉，它能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灼热快感，但要根据客人的要求去添加数量。这是白糖，还有酱油。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让我们的食客去品尝从未尝到过的味道。是东家。东家，这个月的营收又跌了30%，库房里积压的食材又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别说盈利，本钱都要赔光了。沈养浩那个泼皮，到底从哪儿搞来那些稀奇古怪的调料？下个月给林家的聘礼，怕是凑不齐了。老爷，刘家的聘礼迟迟没有送到，派人去催，只说是资金周转困难，希望宽限几日。这个刘波儿搞什么名堂？当初求娶妙医时信誓旦旦，现在竟然拿不出聘礼来。我听说是被那沈养浩的饭庄挤兑的，生意一落千丈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废物，连一个无赖都斗不过。倘若拿不出聘礼来，这婚事作废也罢。我们这一次出货需要不少银两，另外残庄的秋蚕还出现了问题，还指望着刘家的聘礼了。若是凑不齐，可别指望能娶到妙医。哼！沈公子3家饭庄日进斗金，如今刘记已是强弩之末。多谢宁小姐的鼎力相助，我没有让宁小姐失望吧？那我自然也是赚的。刘波儿聘礼受阻，林家急着用钱，现在是我们的机会。沈公子运筹帷幄，
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只是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直接上门提亲？还不够，这林家重利，他不可能因为饭庄的生意而心甘情愿的毁约，所以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筹码，一个让他心甘情愿更大的筹码。什么筹码？听说最近舒城县残庄内病死了不少秋残。是有这回事，司农寺已经找了不少人来，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。这便是我的机会。你还会救治秋残？会一点点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鬼天气，蝉都病了。往年也没这么严重，这下可怎么跟主家交代？哎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！司农司城来了。李小姐，这批秋蚕没救了，身上长满了红斑，最多7日便会全部死亡。到那个时候，更别说节俭吐蚕丝了。真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唉，要是沈文渊活着就好了，他定有办法。这难道就是我林家的报应？沈公子，听说您连逆虫都能治，求您救救我们的蝉吧。是啊，沈公子，今年的蚕灾特别严重，再不想办法就全完了。我知道秋蚕本就容易多病，是因为湿度过大引起的细菌和真菌的交叉感染。不过我有办法。洛姑娘，我去做钥匙。难道这沈养浩今日又要给朕惊喜？利用艾草、石灰等天然杀菌物质制作干燥剂。爹，娘亲，不好了！我们最大的蚕庄蚕病失控，连司农司城都没办法了。他说7日内秋蚕就会死绝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今年的公筹怎么办？老爷，快想想办法呀！老爷、夫人、小姐，小人刚刚听说县里有几个蚕庄也遭了灾，但被一位神秘高人给救了。神秘高人？哎，赶快请啊！只要他能救我林家蚕庄，条件随便开。没想到沈文渊大人的后人在农桑之道上亦有如此惊世之才。这里逆虫的土法，尤其是此番救治秋蚕的妙手，简直令我等叹为观止。陈大人，谬赞了，这些不过是些乡野土法，碰巧奏效罢了，与我家父当年在司农寺的剑术，不足。陈大人，今日既已见得，晚辈有一事，梗在心中多年，不吐不快。你说，是关于我父亲沈文渊的案子。这所谓酣墨量重，以次充好，真相到底是如何？沈公子，此事必然盖棺定论。卷宗记载，令尊当年利用职务之便，探没了本该分发至黄庄的优质良种，以江南普通的陈年旧种替代，致使黄庄1300亩良田近乎颗粒无收。龙颜震怒，我父亲一身刚正，醉死于脓血，他岂能做出这些祸国殃民的事情？这分明是构陷。沈公子慎言，此案
牵扯甚大。沈公子，有些案子，明面上的事实未必是全部的真相。令尊当年或许是挡了某些人的路，请陈大人明示。过去的事暂且不提，今日请你来，实是有事相求，亦是一桩机缘，不知沈公子能否答应？大人，请讲。我司农司执掌天下农桑，然近些年各地粮产增长乏力，虫灾病害频发，女帝陛下甚是忧心。沈公子有此奇才，不知可愿将治理逆虫、救治秋残之法，以及你所知的增产良方，献于朝廷，编撰成册，颁行天下，此乃利国利民的大功德。想空手套白狼，拿走我的技术，还要我感恩戴德？那个，并非晚辈藏私，这治理虫害、救治残病之法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关窍极多，需因地制宜，因时调整。譬如这水温、浓度、时机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即便有个册子，想必各地农户也难以掌握，反而会误事。简单点说，晚辈愿将所知道的知识全部倾囊相授，但需要司农司授予晚辈一个特聘农师之位，凭证，并且需要晚辈的时候，晚辈要到各地去考察指导，并且同时希望能查阅司农司的存档，关于3年前黄庄一案的全部卷宗。卷宗之事，本官需斟酌。不过这特聘农师之名以及巡游指导之情，倒可商议。你可将治理逆虫、救治秋残之法详细写下，由本官上呈。若果真事实，再行商讨，如何？但这件事确定之前，晚辈可以先提供部分概要。你呀，比令尊沈文渊大人滑头多了。谁呀？陈大人，外面有人找沈公子，说是舒城县的富商林白鹿。林白鹿怎么会来这里？沈公子，这林白鹿曾与你有婚约，你是见还是不见？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见？请他进来。小女子林白鹿见过陈大人，见过。沈养浩，怎么是你？为什么不能是我呀？陈大人，我此次是来寻那位农桑高人的，听闻他就在咱们司农司，不知那农桑高人现在何处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沈养浩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可能是你？当年林家悔婚，现在却又有求于沈养浩，真是天道好轮回。沈养浩，你用了什么妖术骗了陈大人？林小姐，还请慎言。沈公子乃我司农司的座上宾，他治理虫患、救治秋残之法，利国利民，岂容你污蔑为妖法？林白鹿，你林家视我如婢女，又联合金家夺我家产，你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我林家残庄危在旦夕，
你可否念在往日旧情上？哦，看往日旧情有吗？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林妙一，就算你们林家全部跪在我面前，我也绝不会出手。那如何，你才肯救我林家？出手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要先见到妙一，具体的细节让你父亲来跟我谈，你还不配。哼！你小姐，我们现在……那沈养浩怎么变得那么厉害？连司农寺都对他礼遇有加，那个庶女还不骑到我头上来？不行，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大小姐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救残庄啊！只要老爷答应了那无赖的条件，残庄就有救了。去找金正，他一定有办法，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沈养浩爬起来。那个沈养浩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蛊惑了司农司的陈主簿。如今气焰嚣张至极，他还说要娶妙一那个丫头，他若得势，岂能放过我们？司农寺陈杰，好个沈养浩啊！我倒是小瞧他了，想攀上司农寺这棵大树，我偏要把他连根拔起。你有办法了？他这次不是靠农技出头吗？那我就让他身败名裂。白露，回去告诉你父亲，答应沈养浩的一切条件，让他先来治残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沈养浩啊，沈养浩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？林家对不住了，想要整死沈养浩，你们必须要承担一点风险。任何触碰我金家利益之人，都得死。什么？他沈养浩让我亲自去请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爹娘，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残庄等不起啊，再拖下去，我们林家就真的完了。是啊，老爷，要以大局为重，林家的基业不能就这么毁了。好，我亲自去请被我赶出家门的废物，娘的，还真不想看到他那张得意的脸。哼！林家主，这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指示？沈养浩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救我林家残庄，你要什么条件？老爷子既然这么直接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只要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让妙一与刘波取消婚约，并且全县通告。刘波去过林家，他说了可以取消婚约，这个条件我可以答应你。第二呢？第二，我要明媒正娶，迎妙一姑娘过门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现在虽然有点本事，但是还是个白丁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林家主，是你家族的基业重要，还是你那虚无缥缈的脸面重要？你那残庄里的秋残，现已经病魔缠身，还有那一批贡布，如果不能按时交付的话，你在威胁我？我就是在威胁你。你能把我怎么办？放肆！林家主，这可是我唯一的条件。你若答应，我就去你的残庄救治你的秋残。你若是不答应，难道你要看着你们林家10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吗？好，我答应你与刘家取消婚约，许你迎娶妙一，这才对吧？那你何时去林家？
见到妙医后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去接妙医。成交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彩蝶花间自负，执着春蚕丝，剪不断，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杨浩哥哥，我真的不用嫁给刘不二了吗？是真的，从今往后，不会有人再逼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。妙仪，别哭了，一切都有我在。今天啊，我向你父亲提亲了，他答应了，我会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我可没答应嫁给你。哦，那算了。那我就只好先娶宁采和为妻，你以后就只能做个小的喽。自古无难，占了朕的身体，打情骂俏，却将朕视作无物。等朕成功回宫，一定让你晋升去做太监。明天早上我去林家残庄治理残灾，治理完残灾，我就准备我们的婚事。杨浩哥哥，仙家还有姐姐他们，我感觉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们有什么招式，尽管让他们使出来，我只需要你在我身边，做我的新娘子。我相信你。沈养浩，我也相信你。林家主，这位是长安城的杨大人，此次前来是询问共筹事宜，你有什么说什么，不得隐瞒。是。本官听说这次残灾闹得厉害，各地方的蚕馆损失惨重，丝绸的产量供应不上，不知道你林家怎么样啊？我家的蚕也受了灾，但我们还请人救治，问题不大。那共筹可能如期交付？应该可以。林家主，冬季外邦使者来访，这批贡筹就是送给外邦使者的，数量、质量全都不能马虎。哎呀，你给我交个底，如果交付不了，本官可以从其他地方想办法。林家主，你老老实实说，不得有隐瞒。另外，方才杨大人告诉我，鉴于此次残灾严重，这次贡筹的价格会上涨30%。30%，那可以把秋蚕死亡的全部损失都挣回来，还有盈余。大人请放心，我一定按时交货。那农桑高手靠谱吗？非常可靠。好，林家主，咱们可说好了，这事万万不能马虎，一旦交不了货，你我人头不保啊！草民知晓。鱼儿已经上钩，就等沈养浩了。这次我拉了一整个林家为诱饵，还整不死你，那我就不姓金。妙仪，洛姑娘，注意金正，防止他们混入其中，我怕他下黑手，在我的要紧下。我的蚕，我的蚕全死了。沈养浩，你不是说能治好吗？
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应该呀！你看看，一夜之间全死绝了，是你搞的鬼，不是你还有谁呀？这不是普通的，是有人下的毒，而且在我的药剂里面做了手脚。中毒？除了你，还有谁碰过这些残和药？除了你，还有这位姑娘。我林府的工匠都是我的心腹，他们不可能害我，而只有你。洛姑娘，把剩下的药剂封存起来，并且把死残收集一批。我要告官，并且要呈到长安城。完了，我不能按时交纳贡筹了，我林家完了。兵临绝境，这死局我都要看看沈养后如何解。沈养浩，林家状告你下毒害死秋残，你作何解释？县令大人，这分明是构陷。林国栋，本官奉鸿胪寺之命，督办共筹之事，如今蚕丝尽毁，你让本官如何向皇上交代？杨大人明鉴，都是沈养浩公报私仇，害死我林家秋残，还求大人替我林家做主啊！大人，为我林家补教，是沈养浩明知这份秋残是为了共筹做准备，故意毒杀，为的是让我们林家万劫不复。杨大人，草民万万没想到，这沈养浩心胸如此狭隘，定是因为当年林家的林白露与其退婚，他怀恨在心，便行死报复之事，毁了共筹，其心可诛啊！小女子可以作证，沈养浩人品极差，偷鸡摸狗，无恶不作。于是我便退了婚，本以为他可以救治秋残，没想到他趁这个机会下死手。大人明鉴，是沈养浩故意弄坏共筹，若是一般布匹也就罢了，这可是共筹啊，还害了大人，连累了你。杨大人，县令大人，这此案疑点重重，如若真的是我下了毒，为何要自毁声誉呢？这其二，还请劳烦二位大人去查验这剩余的药液还有死残，必能查到中毒的证据，而非病疫导致。这肯定是某人栽赃陷害。你们之间的恩怨，我并不关心，本官只关心共筹。来人，将沈养浩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共筹之期迫在眉睫，既然林家交不出共筹，便按欺君之罪论处。慢！慢！杨大人，据我所知，陛下送给了西域使团一批贡筹。杨大人，对吧？是又如何？请杨大人给我5天时间，5天之内，我会交出比贡筹更好的东西。那是何物？暂时保密，但绝对会让西域使团绝对的震撼。交不出又当如何？若是交不出，我便提头来见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本官就给你5天时间。5天之后，若是林家交不出贡筹，又或是你沈养浩交不出你所说的东西，本官必取你性命。沈公子，这次也太冲动了。根据我得到的消息，此次西域会进贡一种精美琉璃盏，贡筹的数量不足，或者是质量不行，都会被杀头的。怎么说？这次的贡筹其实是杀头生意，露西
长安城、江南这一带的丝绸商人都不愿意接。丝绸的质量肯定是不精美的，就算是筹够了贡筹，女帝陛下在西域丢了面子，肯定也是要杀几个丝绸商人泄愤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金正在坑林家。没想到金正竟然这么狠，为了报复养浩哥哥，不惜将整个林家都拖下水。这要想办法立刻回宫。若西域使团到来之时，这还不能回到皇宫，那些乱臣贼子恐怕就有大动作。我早就说金家不择手段，没想到你还是找得到。我记得宁氏商行也做丝绸和布匹生意，只是目前还没接到给皇宫做贡品的生意，对吧？没错，有鸿胪四卿赵庆安和户部侍郎在，丝绸我们都插手不了，都是金家在负责。那要是如果我们能制造出比林家颜色更绚丽的布匹，更上乘的丝绸，我该怎么做？帮我去搜集一些东西，野生的葛根、橡子、明矾，还有最近你们商队搜集的一些不同颜色的矿石粉末，尤其是靛蓝色和朱红色的。这些你要它做什么？炼丹吗？不，我要做出比林家颜色更绚丽、丝绸更上乘的云锦，这是我们进入长安城的机会。这个世界也有提花技术，但染色和图案复杂度不及后世的云锦。利用葛根、橡子等植物提取的粘合剂，用矿物颜料进行妆花工艺，完全实现降维打击。林国栋，你的贡筹，你还能按时交货吗？大人，我实属交不出啊！望大人网开一面，饶我林家老小性命啊！杨大人，此事全是沈养浩之过，与林家无关呐。沈养浩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大人，这林家秋残早已死绝，确系是有人下蛊。我已让宁小姐查询收集证据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贡筹并未断绝。大人，我宁氏商行愿献出刚织造的云锦50匹，以充贡品。这光泽，这图案，哇！本官办差这么久，从未遇到过如此华美的锦缎。此物从何而来？回大人，此乃在下的设计，是由宁氏工匠依图所织，这工艺、染料皆优于林家，未来将会占据整个市场。所以大人，我为何去害这林家秋残呢？不可能，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精美的丝绸布品？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怎么可能还有这种手段？好啊！本官一定把这立即带回宫中。啊，沈养浩，贡筹之事就此作罢。恭喜宁小姐，宁氏商行的丝绸生意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。那还得杨大人多多美言几句。好说。该死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宁小姐，宁氏商行能织出如此瑰宝，本官必当上报朝廷，为宁家请功。多谢杨大人。沈养浩，本案证据不足，
本官宣布，你无罪释放。多谢大人明察。杨大人，此事定是沈养浩与宁采和串通好的苦肉计。他们想毁掉林家蚕丝，又拿出这什么云锦，就是为了要独占共筹之力，岌岌可诛啊！大人，沈养浩害我林家，宁家觊觎共筹生意已久，他们是合伙做局，万万不可信啊！大人，行了，本官此次前来书城县，只为共筹。你们之间的恩怨，本官并不关心。废物，这样都能让他翻身？少爷息怒，没想到那个无赖居然能搞出什么云锦。云锦，此物一出，金家的丝绸生意必将受到巨大冲击。这个沈养浩，先是果酒，又是什么调料，现在又来个云锦，他从哪儿学的本事？少爷，这明的暗的都不行，何不直接？你的意思是，沈养浩是得死，但却不一定要我们动手。难道少爷的意思是？立刻备车，我要叫上我爹，一同前往。草民金兆聪携犬子金正见过王爷。本王听闻你们金家被一个叫沈养浩的无名之辈打压，让整个金家颜面扫地。王爷，这个沈养浩极其邪门，脑子里边总能涌现出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，什么果酒、味精、云锦，甚至我和我父亲从未见过。这是，而且他并非无名之辈，他是沈文渊的儿子。沈文渊的儿子啊，正是，此子绝不能让他崭露头角。未来若是入京，在女帝面前胡言乱语，追查起当年的黄庄两种之事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当年之事手脚干净，他一个无名小辈能翻起什么了？王爷不得不防啊！此子邪门的很，总能绝处逢生。若让他得宠，必是心腹大患。本王扶持金家，就是想让你们成为蜀县的世家魁首。沈养浩既然挡了本王的路，何不杀之而后快？这个，那小子最近和宁家的宁采和搭上了关系，他身边还有一位姓骆的姑娘，身手极其了得。你说的那位姑娘姓什么？姓骆。王爷，难道此女有什么特殊身份？你说的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？长得什么样？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沈养浩称呼她为骆姑娘。虽然她是沈养浩的随从，但言谈举止间总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威严，甚至每每与她对视，我都害怕的想要后退。她眼睛里边的那股寒意与生俱来。本王找了她这么久，没想到她竟然就在本王的眼皮底下。你们父子二人运气好，此次就不用你们了，本王亲自带人过去，连同你口中说的那位骆姑娘一并弄死。王爷，
那个洛姑娘长相不俗，王爷杀了沈养浩便好。至于洛姑娘，可否赏赐给小人？本王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可以跟本王一起杀了那个陈养浩和你口中说的洛姑娘。在事成之后，本王允诺给你们封侯拜相。王爷，您的这个承诺实在太大，封侯拜相，该得女帝陛下同意。这我们父子二人，他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啊。如果那位女帝陛下死了，皇帝换人当呢？难道洛姑娘的真实身份是？没错，她就是当今的女帝洛晨瑜。沈养浩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问你。咱俩都这么熟了，早就一不避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，干嘛在那吞吞吐吐的？你有没有怀疑我的身份？怀疑过。依你的行事风格，你该不会是当今的女帝陛下吧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个什么呀？跟你开玩笑。你要是女帝陛下，那我还是玉皇大帝呢。知道个什么呀？跟你开玩笑。你要是女帝陛下，那我还是玉皇大帝呢。不过我答应，只要你跟我混，我包你荣华富贵。但是呢，这大房啊，我留给妙一了；这二房嘛，我留给宁采和了；这三房吧，算了，给你吧。沈养浩，平日里把朕当成免费劳动力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想让朕给你当三房妾室，朕的男人绝对不允许纳其他女人为妾。给你个机会，现在给朕道歉，朕或许还能饶你一命。不是吧？你是不是眼上瘾了你？沈养浩，快滚出来受死！他们二人有备而来，看来是要鱼死网破。待会儿你就躲在朕的身后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朕竟然能成为一个平民的护卫。洛姑娘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舍生忘死的保护我呢？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怕，但我发现你的脑袋里有太多的奇思妙想，只有你活下去，才能造福大钱的百姓。洛姑娘，放心吧，今天我们谁都死不了。我不仅要造福大钱的百姓，还要造福金家这对父子。我一会儿对他们一通造，让他们全都服。少在我面前打情骂俏，本少爷看了心烦。交出果酒配方和云锦的制作方法，本少或许会看在心情好的份上，留你一个全尸。你们二人可知道我的身份？看样子是已经知道，知道还敢带人前来，你是想造反吗？这人在钢丝走，富贵险中求。今天这事儿要是办成了，我金家日后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今天你们都得死，给我上！休伤无黄。
下来迟，望陛下恕罪。何罪之有？若不是你几次三番的舍命相救，朕早就死了。你真的是陛下？你说呢？陛下，此人是谁？自从朕中了情毒之后，就是他帮朕解的毒。后来朕迫不得已，让他收留了我。可是此人却把朕当成他的奴隶、随从、牛马，甚至还让朕干脏活累活，还拿鞭子抽朕。辱没陛下，该下18层地狱！等等，辱没陛下，该下18层地狱！等等，先说正事吧。微臣已查明，是淮南王在咱们微服私访的路上设伏，还给陛下下了迷情散。他正在秘密的制造兵器，操练兵马，只等杀了陛下之后，便可挥师进入京城。他想谋朝篡位，不过陛下放心，微臣已经集结禁军，明日便可抵达书县护卫陛下。既然是淮南王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洛尘羽，你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皇宫之内，你死后天下皆是本王的。洛尘羽，你回不了皇宫内了。今日你死后，这天下便是本王的。淮南王，你想做什么？干什么还不明显？我要你让出皇位，去九泉之下见你列祖列宗。乱臣贼子！淮南王，别乱来！禁军已经在来书县的路上，你要是敢对陛下不敬，禁军会将你碎尸万段。哈哈哈哈哈！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我先让女帝下地狱，等禁军来了再扫灭禁军。届时我入宫，伪造女帝的遗诏，这大钱的江山都是我的。陛下，今日看来是凶多吉少了。且不说淮南王带来的这些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淮南王自身也是武道高手。陛下先走，我掩护。凭你一个人能撑多久？今日你我君臣二人要死一起死，要死一起死。什么要死一起死？陛下，我不小心睡了你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女人。可你一个文弱书生又能做什么？连朕都搞不定，你又能如何？擒贼先擒王。淮南王，让你的部下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吧。不然，等会儿你怎么死的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当年我让金兆聪杀了你爹，没有杀了你这个孽障斩草除根。不过今日倒是可以了却我一桩心愿。找死！火器在手，神功无用。你们还不放下兵器，是想让我带你们去见淮南王？陛下，淮南王已死，一众叛党也已被拿下，这金家父子也被蒙护卫当场诛杀。陛下可以安全回京了。往日你不是挺威风的吗？说朕是你的牛马，怎么得知朕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反而下跪了？陛下，这个姿势舒服。过来。陛下，草民不敢。
还真是长了一副好皮囊。陛下，这是何意啊？抽阵。哈？从前他们都怕朕，可是见到你之后，你不光不怕朕，还对朕颐指气使。朕从未有这样新鲜刺激的感觉。朕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收拾收拾，明日跟朕一起回京。还有，和朕睡过的事情，若是传出去半句，以后你就和那些太监混。草民告退。妙仪、彩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得了陛下旨意，要与你一起进宫。哼。草民，谁养号？叩谢天恩。